兄弟，什么事儿？说吧。赵哥，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去静坐示威啊？当然。怎么了？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妥。犯不犯法，咱们先搁在一边不说。就算我们去静坐示威，那也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事情，两边总得僵持一段时间吧。说不定到最后，我们还得走法律途径，那就耽误的时间更多了。就算到时候铃铛网答应解封我们的店，购物节早都过去了，我们会吃大亏的。我知道，这不是在加紧准备吗？咱们争取提前行动。哥，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咱们都是生意人，咱们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卖货，我们就早一天赚钱。现在铃铛网封了我们的店，那我们能不能考虑重新开店呢？廖哥，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跟铃铛网认真的再谈一次，不赔偿可以，不解封也行，我们请求铃铛网答应我们，让我们开新的店。啊？你让我去求铃铛网重新开店，这是投降，绝对不可能。我在铃铛网开了8年店，那都是我的心血。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你做人除了钱，总得讲点人情味儿吧，你总得讲点良心吧。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不怪你，我自己的问题。没有问题。我自作聪明，作茧自缚。好吧，可是我很高兴，意外地发现你的另一面。你高兴就好，反正这顿饭吃完，我们的友谊到此为止。为什么？你耍我，害得我出丑，我不能继续跟你做朋友啊。可你不也是防着我，坐在另外一个位置观察着我？是不是一旦我不入你的眼，你就假装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回去就把我拉黑呢？网友见面，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总没错吧？我赞成，那我们就算扯平了。扯不平。从第一次见面你就知道我是谁，而我却现在才知道你就是希区萨特。怎么算都是我吃亏。那这样好不好？你呢，就把我当成是跟你初次见面的粉丝，我呢把你当成我仰慕已久的主播。我们不考虑什么友谊不友谊的，就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好吗？悔恨在心，会消化不了哦。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吗？你再诚恳一点。我薛毅正式的想帮你道歉，可以吗？好吧，我接受你的道歉。彪哥，我知道你跟铃铛网的感情很深，他们现在这么做确实很伤人，我都替你叫屈。但是你能不能也考虑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胡天儿手上可是压了50多万的货呀，如果这次没赶上购物节，货卖不出去，他可怎么办呢？还有王磊，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昨天我就听见他媳妇给他打电话，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赶紧回去照顾。还有小吴，你说你今天帮他了一次，借了他3万块钱，如果明天债主继续问他要债呢，他怎么办呢？你有多少钱能帮他把这窟窿填满呢？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真的。当然，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了，耀哥。我们都知道你是特别重感情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多弟兄都这么信任你。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和铃铛网之间的私怨，要比这些弟兄对你的信任还重要，那我什么都不说。如果不是这样，我真的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廖明涛还没有那么自私，可是重新开店，以前积累的老客户就都没有了，一切从头再来，损失太大了。损失肯定是有的，但总比什么都没了强吧？只要我们能赶上购物节，卖更多的货出去，就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啊！这真的是眼下最务实的办法了。那你有具体方案吗？我有。C'est la vie，你还会说法语？基本不会。可是你的发音很标准。你信不信？只要是奢侈品牌，不管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我的发音都很标准。Gucci、Chanel、Christian Dior。标准。嘿，邦尼老师。Hey Eric， 这是我的朋友薛毅，这是我的学生 Eric。 Hello， 你好。嘿，我很久没见你来上课了。 Yeah,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the US for 2 months and I forgot everything you taught me. I'm sorry. It's okay. So,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to class? I was considering coming back next week becaus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Me too. See you next week. Bye. Take care. Bye. Bye. 你留过学？没有啊，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护照呢是早就办好了，可惜没有坐过任何国际航班。但你的英语说的可真不错，不像我，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有些口音。我在培训中心教外国人讲中文，英语是我的吃饭工具啊。我还一直以为直播才是你的吃饭工具呢。所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英语和直播，像什么美妆、游泳、瑜伽，反正能学的我都会学一点。学这么多干什么呀？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不受控制，但只有2件事情是我能完全控制的，其中一个就是学习。所以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想尽量学得好一点。那另一件呢？减肥啊！减肥。能吃牛排吗？当然可以。你怎么还没睡觉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回来，我不放心。啊，我今天晚上跟江大林喝了几杯，没事的，你早点休息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我再和大家确认一下，一会儿上去谈判，就按咱们昨天晚上商量好的说。是。安东，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了。哎，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上去，你聪明，
有事儿呢，我们可以商量商量。没问题。那大家就在原地等我们，等我们的好消息。好的，好吧，走。是这样，我们跟铃铛网的管理部门研究过了，他们还是不能答应你们解封店铺的要求。很抱歉，因为这个涉及到法律、合同，还有一些监管部门的要求，所以不要说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讨另外一套解决方案。啊，那太好了。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坐下来慢慢聊，不是吗？不能慢，我们只有3个要求：第一，必须返还我们的保证金；第二，你可以不解封原来的店铺，但必须允许我们开新的店铺，而且在1天之内，店铺审核和上线流程；第三，在购物节的宣传当中，必须帮我们做免费推广。你看都说全了吗？说全了，都说全了。切记，明天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为难，让他们占据心理优势，以为是自己占了便宜，这样后面谈判我们才会更顺利。其实，你们刚提的这个要求，跟之前解封店铺的要求难度系数是一样的。铃铛网应该不会答应。不答应？凭什么不答应？原来的店我们开了8年，这8年我不跟你算账。我们开新店怎么了？怎么了？哎，廖哥，坐，咱们先不冲动，我来跟他说。美女，你看我们说来说去啊，就是想减低我们的损失，赶紧把新店开起来，参加购物节卖货。我们各让一步吧，我们大不了签一个合同，保证以后不再刷单。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也别生气，毕竟这个方案是你们刚刚提出来的，允许我们消化一下。这样，我们去跟铃铛网的管理部门紧急沟通一下，请稍等。魏总说，至少要拖15分钟，时间越久，他们会越慌乱，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越大。合同在哪儿？一大早，法务说还要再检查一遍，然后就给我们送过来。你们俩去拿一下。好。廖哥，要是他们还是不答应咱们的要求怎么办？能怎么办？不行就按咱们之前说的，大不了闹个鱼死网破。廖哥，没必要。我觉得咱们提这3点要求不过分，这不还没出结果呢吗？咱们再等等。张总，合同拿来了。怎么这么慢啊？一直在催他们，法务看挺仔细的。都过了3分钟了，快走吧。不好意思，各位久等了。经过紧急沟通，虽然很难，但是铃铛网同意了各位的要求，并且答应给大家开新的店铺。我们拟定了新的合同，只要你们签了字，24小时之内新店铺上线。
这还差不多。我们也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帮我们做一个动员，让其他的商户也尽快来跟我们签这个合同。哎，等，别签，先别签，别签。怎么了？耍我们是吧？啊？咱们事先不都讲好了吗？保证金怎么涨了5倍？啊？为什么？为什么？凡在铃铛网重新开店的商户，需按照原来保证金金额的5倍缴纳保证金。怎么回事啊？抢啊！我们能交得起5倍保证金，还开什么店啊？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搞错了。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没有这一条的。这样，我再去确认一下。确认个屁！大骗子，你们都是骗子！要不是我眼尖，早被你们坑惨了。耍我们，走着瞧。都给我等着，看看到时候谁后悔。别条条件件的了，我就几分钟时间，5倍保证金到底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合同之前我看过没问题的，5倍保证金的事情一定是今天临时加上去的，绝对不是临时决定的。我都不气糊涂。那你说那些小商户们能接受5倍保证金的要求吗？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在逼着唐正让步。从退保证金到让商户重新开店，这一切都太容易了。以我对唐正的了解，他绝对不是这么容易退让的人。这件事没这么简单。铃铛网打击刷单的这个行动，目的并不单纯，唐正一定还有事情瞒着我。安东在吗？我在啊。你怎么来了？廖哥说时间太长了，让我来看看。哎，你跟廖哥说一声，我拉肚子，我马上就出去，你稍等我一下。那你快点啊。嗯。
得走了，你等我电话。喂，舒晴，说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想见你。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了。是的，有一些话我想和你说。我要马上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铃铛网把保证金提高了5倍，谈判丝毫没有诚意，不能再等了，咱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决定，咱们明天就去铃铛网，向他们讨回公道。唐总，保证金为什么要提高5倍？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呀？江总，别那么心浮气躁，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保证金提高5倍，是昨天晚上我们董事会连夜开会的结果，没来得及通知你，对不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我现在告诉你，首先，犯了错就必须要接受惩罚，我必须给那些违规刷单的用户一个教训，让他们以后不敢再犯。第二，我们铃铛网从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保证金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你可以出去问问其他的电商平台，他们的保证金是多少？我现在即便是加了5倍，也最多是跟他们持平。啊，对了，还不如其他一些大的电商平台呢。错啊，菜都替我点好了。我看到地址的时候，我以为我搞错了，真没想到，你还会选择这间餐厅。上次那顿饭没吃成，这顿我请。那你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了？不怕了。我之前研究过这些商户的资料，他们大多数都是小本经营，流动资金和利润都特别小。现在保证金一下子提高了5倍，他们压力会非常大，根本没办法承担。那就不要开店了。市场是很残酷的，优胜劣汰嘛。现在那些小商户，要么交纳5倍的保证金继续开店，要么就是彻底离开铃铛网。我也给他们2选1。唐总，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购物节之后，您是不是不打算解封这些商户啊？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对那些违规刷单的商户，我只有3个字：零容忍。要是他们觉着我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打击的刷单，那就不如趁早滚蛋。最后一个问题，保证金提高5倍，这是你们昨天晚上才做出来的决定吗？江总啊，你的问题太多了。你现在不是应该来质疑我，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怎么替铃铛网解决即将到来的危机，可以吗？我在网上查了这家餐厅，牛排的评分很高的。那是。这是我陪你吃的第1顿饭，也是最后一顿。
什么意思啊？我想通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你是要跟我分手吗？恋人之间才会说分手，而我和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你妈妈来找过我了，她什么都知道了。不可能，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过。其实你说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告诉她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也不可能向任何人交代我的过去。首先，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去找你。其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代表我，我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你妈妈，也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什么人，是因为我觉得我和你之间的距离相差的太大。江总，唐正怎么说？魏哲猜的没错，5倍保证金的事情肯定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虽然唐正嘴上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解封那些商户。不解封就要重新开店，重新开店就必须交保证金。一个商户翻5倍，那就算只有1半的商户留下来，那也是上千家，这得多少钱啊？我要是唐正，拿这笔钱去买基金吃利息就够了，还搞什么购物节啊？唐正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只是我还没看出来。反正这不是一块蛋糕，我们掉进陷阱里了。我早就说我们进狼窝了吧？安东，你想办法查一下别的电商网站保证金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唐正提出来这个5倍保证金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OK。还有你，把所有的商户资料全部过一遍，预估一下保证金提到了5倍之后，还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我们要知道一个起码的基数。OK。其实我觉得你妈妈说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我不可能带着乐乐绅士的秘密跟你过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你，所以，我选择不再见面了。那是你的选择，你有问过我吗？舒晴，我无数次的跟你说过，我不在乎你的过去，我不在乎。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肯相信我？我们2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你决定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我？你说的对，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由我决定的，所以也应该由我决定结束。你没有反对的权利。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残忍的女人。阴天的车窗外，风景倒退成海，路边那株花开，纯白不在，数着心跳节拍，怕被回忆掩埋，
这浅薄的未来，我不敢拆。轻轻地放开最后的青睐。曾经笑的姿态回不来，爱像透明的存在，覆盖，像空气无处不在，躲不开。谁不该眼泪流下来，不去在下一秒对白，也许爱划过回忆才能留下来。到现在我却才明白，才依赖，如影随形，你给我的色彩。你别再发呆，别等待，别回来，让我再看一眼就离开。喂，是我，邦尼。我知道，这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感觉挺奇妙的。怎么样，礼物收到了吗？收到了，很漂亮，但是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就是个小礼物，只是为了庆祝我们作为网友的第一次见面，没有别的意思。小礼物，这起码也要几万块了吧？其实这是我上一次参加他们品牌的慈善活动的时候买的，我觉得挺有意义，就送给你当做个纪念。而且我觉得这条项链真的很适合你。好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不收下就显得有点矫情了。谢谢你啊。你喜欢就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表达谢意的话，不如请我吃个饭如何呀？你约人的方式也太套路了吧？好，这次时间地点你定。好，那我定好了发给你。好，拜拜。来了，你去找淑晴了？这么快就向你告状了？他没告状，他跟我分手了。啊，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我就做了任何一个妈妈都会做的事情，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不出格，你没经过我同意就调查我朋友，你去找他，还跟他说了那些话。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过分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独立女性，是女作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跟其他的妈妈不太一样。行了，高帽子呢，你是不用给我戴的啊。在你终身大事儿这件事情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跟别人没什么区别的。我就是想知道，跟你交往的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我有错吗？啊？你了解淑晴吗？那你了解她吗？啊，你了解她的过去吗？她的过去我不在乎。那好，我也可以不在乎啊，我可以不在乎她是个孤儿，不在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你也知道的，我跟你爸爸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如果他有一天成为我们家一员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就有知情权呢，我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单亲妈妈，是因为一夜情呢，还是因为遇人不淑被人抛弃了呢？难道我没有权利知道这些吗？这些事情
都是袁素告诉你的吧？请你叫他袁叔叔。你现在可以了啊！为了一个不知根知底的女孩子，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是啊，你袁叔叔是跟我说那个女孩子配不上你。当初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他是有偏见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些表现，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妈，我最后跟你说一句，我的事儿，你们都别插手。江总驾到，奇闻共赏。电商行业烧钱之战，铃铛网亏损运营内幕大起底。亏损？可铃铛网的业绩报表一直都是很好看的呀。这个上面说，从2年前开始，铃铛网的电商就是亏损运行的。唐正是拿了其他业务部门的盈利来掩盖电商的亏损，这才让整个铃铛集团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你看，这上面还说，导致铃铛网亏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量中小商户的刷单行为。一方面，铃铛网运营多年的销量奖励政策还在，直接导致了他们每年要拿出一大笔钱奖励给这些商户。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销量其实就是刷出来的，而铃铛网却是按照商户实际的销量来收取提成，因此他们从这些中小商户身上收取的提成金额远远小于他们给出的奖励金额，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入不敷出。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电商平台在跑马圈地时的通常做法，赔本也得干。要是我，早就把奖励政策给停了。停不了。你接着看，铃铛网的日活用户60%都是这些小商户。我猜唐正之所以不敢停止补贴，就是怕得罪这些小商户。那他现在封了人家的店，就不怕得罪了？此一时彼一时。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的？2年前，而且这篇文章的关键词都被屏蔽了，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搜到。就是刚才突然想到这一点，换了一批关键词，这才搜到的。能不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许我能。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你觉得我会说什么？还是害怕我说什么？你别跟我这打。虽然是我老板，但你无权过问我的私生活。可是你的私生活影响了公司的利益，我就不得不过问了。你看看你，自从跟舒晴好了之后，你都干了什么？小丽是丢了，智慧星的新闻发布会你改时间了，让你去澳大利亚出差你也不去。再这么下去，你还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客户总监的样子？说的这些跟舒晴都没关系。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污蔑她？我污蔑她？我敢担保，我在你母亲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等时间冒出能哑的声音，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
调匀的呼吸小溪，谁的心事揉成秘密？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城市中那一些繁文缛理，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渺小却华丽，生无力。